停下，停下！金灵哭着吼道：“魏无羡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说过的。”魏无羡像是被逗笑一般轻笑两声，摇头道：“没大没小。”下一刻，金灵听到一声清脆的咔嚓声，埋藏在厉鬼的尖叫之中，几乎微不可闻了。白光大现，闪得他睁不开双眼。待到光芒褪去，金灵跌跌撞撞地冲出去，近乎祈祷般地睁开双眼。没有了，那个黑衣人已经不在了。烈火褪去，整间大殿都是焦黑的一片，墙壁被烧尽，露尽星点的晨光。可地面上原本站着他的亲人的地方，只剩了玉石的碎片，还有些许银色的残骸，那是银灵鲜活过的痕迹。魏无羡的最后一句话悠悠地传下来，仍然是带着笑意的。他道：“别怕。”邪域与阴虎符类似，他知如何毁符，自然也知如何碎玉。苏舍问他：“魏无羡，你敢赌上你自己，去换他们的生命吗？”他以为这会难住魏无羡，以为这会将他折磨到崩溃，却不知道对于他来说，这根本无需选择。他敢。钟敲12下，辰时至，太阳升，仙人死，万物复苏，唯他是去。3月后是金灵的生辰。金灵台大火，所幸持续时间并不长，因而经过几月的重建，总算是恢复了些许往日的荣光。作为劫难后的第一次大典，金灵的生辰礼办得极度铺张，来宾众多，奢侈之至。可几月前高调回归的夷陵老祖，却并没有出现在宴席上。金灵依旧绷着那张焦金又不耐的脸，游走在各大世家之间，敬酒迎宾。走到姑苏蓝氏面前时，他放下手中的酒，自侍者的托盘中端起白玉的茶杯，对蓝曦臣与蓝忘机欠身示意。蓝曦臣笑着回礼，饮茶贺礼。蓝忘机放下茶杯，罕见地开口道：“金公子，可有魏婴的消息？”魏无羡身上发生了什么，金光瑶早就告知了蓝曦臣。则吴军斟酌许久，才婉转地告知蓝忘机。彼时，蓝忘机只是垂下眼眸，沉默片刻，哑着嗓音道：“不会。”他看起来并不如何绝望，只是紧紧地蜷起了一只手，用力到指节发白，在掌心留下极深极深的红痕。现今，金灵身形一颤，满不在乎道：“谁管他？不知道。”说完，把茶杯往托盘里一扔，甩着衣袖扭头便走。蓝忘机沉默着，攥紧了手中的茶杯。祝金公子生辰快乐呀！聂怀桑仰头喝下杯中的酒，笑道：“金灵回礼，多谢聂宗主。”聂怀桑笑了2声，忽地神神秘秘地从怀里掏出一个木质的小盒子，塞到金灵的手中。他低声道：“你的生辰礼先前已经给你父亲了，这是我单独给你的一份难得的好东西，可得收好了呀。”他扇着扇子，笑着说：“这次弄丢了，可就没有下一次了。”金灵一头雾水，聂怀桑却已经满意的点点头，摇着扇子走开了。他放下酒杯，解开木盒上缠绕的红线，打开盒盖，顿时僵在了原地。木盒里躺着一颗做工精美、缀着紫色流苏的银铃。他慢慢抬起头，看向聂怀桑的背影。几月后，金灵被五天女掐住喉咙，死死地按在了树上。缺氧带来的意识模糊以及喉间的疼痛，引得他阵阵发晕。耳畔却传来熟悉的声响，是风在吹动他的银铃。金灵艰难地转过头去，只看见一个黑色的身影自远方缓缓而来。那人手里握着一杆粗糙的竹笛，吹出来的调子难听得要命。可他脑后飞扬的红色的发带，却真真切切地教人安心。五天女的手臂被横冲直撞的斜碎撞飞，金灵软在树边咳得撕心裂肺，却听见那人轻笑一声，开口道：“真巧，又见面了。”风起，银铃声似寒泉，却是大地回春，故人归来。